感觉在硬度上似乎不如赛克桑。哇，这边击倒了，漂亮！继续打，孟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有1分多钟，漂亮！放弃了，应该放弃了，应该是不行了。多的和对方拉开距离，让对方不能用拳揍到自己。没错，漂亮！等裁判示意才可以。有点晕，孟非要抓住机会，结束比赛。中国格斗界又杀出一位天才小将，接连干掉4位嚣张老外，下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他。他就是中国格斗新星郭梦飞，来自中原腹地河南，身高182公分，臂展180公分，肌肉解析度非常好。在次轻量级67公斤赛场上，郭梦飞拥有着绝对的身高优势。比赛中，他经常利用这一优势向对手施压，往往能够有效地瓦解对手的防线。他拳法犀利，腿法猛锐，无论是腿法还是膝法，都有他独到的理解。他的步伐和身法都有魏睿的影子，腿法和膝法非常出色，因此也被许多拳迷认为郭梦飞是魏睿的接班人。就让我们查案点赞3秒，一起来看看郭梦飞的精彩表现吧。郭梦飞对阵赛克桑，这是一位来自泰国的百胜泰拳王，打过219场比赛，赢了163场，无论是经验还是实力都非常的强悍。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勇士的荣耀35》，我们现在是在四川眉山为您带来的次轻量级定级赛，是由赛克桑面对郭梦飞。我是评论员王一博，今天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评论的是郑文琪老师。好，一上来就郭梦飞打得非常的放松，但是威力也很强啊，不像一个19岁的小将，很稳得住啊，是阵脚扎得非常的稳。一上来用自己这个多点开花的进攻，一直在压制住对手。发力但不发全力啊，一直压着这个阵脚，把对方逼在一个可控的区域内啊。赛克桑终于出。比赛铃声敲响，赛克桑不急不躁，表现出泰拳手一贯慢热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缓步推进。郭梦飞由于是首次作战，整个人显得有些紧张，但依旧不改他强大的进攻欲望，不断使用拳腿连击，频频命中。但是由于赛克桑的抗击打能力很好，并没有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是这一下膝应该是对赛克桑造成了一点影响，一只手没有拿起来。好的，扫踢哦，这个扫到了，有一次。好。郭梦飞目前的状态，作为新人来说堪称完美啊！是。中段，前后手，一直把对手压在自己的攻击范围的里面。哎，高位的扫踢，赛克桑两个人的身高差距有点大。对，现在对于赛克桑来说啊，绕不出对手的进攻范围，又是正面的迎击打中。郭梦飞非常典型的这种自由搏击基础训练的选手，多点进攻非常的流畅。侧踹，应该是踢到了裆部，那问题不大，比赛重新开始。后手直拳，左腿扫踢，右左侧的摇臂接左手的直。郭梦飞也逐渐的打出了自己的状态。赛克桑不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几次扫踢反击力量非常足，踢在郭梦飞身上啪啪作响。这位中国小将依旧面不改色，继续朝着赛克桑施压，逐渐将拳腿次数和打击频率提升，将赛克桑挤在围绳角落输出，打得非常的霸气，但是缺乏一击毙命的伤害。再一次，但是被连续的打中下巴，赛克桑要小心。郭梦飞可能在拳法的力量上还欠缺一些，但是在点数和出拳能力以及节奏上非常的不错。赛克桑还得把阵脚稳住。来，侧踹正蹬，低扫，连续的骚扰对手啊，做得很好。第二回合我们看郭梦飞的重击能否给赛克桑造成一些影响。比赛来到第2回合，郭梦飞完全进入了状态当中，步伐稳健灵活，凭借着犀利扫踢、顶膝勇猛的进攻，打得赛克桑有些招架不住。双方互相这个抢攻啊！哦，漂亮！
又是连续的左右进攻，哎，有命中。再次压进来，我们看一下郭梦飞后腿的边腿往前进，郭梦飞的速度啊比对手快不少。是。 但是我感觉在硬度上似乎不如赛克桑。就在比赛进入白热化状态时，郭梦飞突然祭出一记高扫，直接将赛克桑踢翻倒地。赛克桑晃悠悠还想爬起来继续，奈何这一脚威力实在太大。裁判见状赶忙叫停了比赛。郭梦飞以 KO 的方式获胜，拿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郭梦飞对阵佩纳阿拉莫夫，这是一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格斗天才。虽然只有20岁的年纪，职业战绩实战10胜9次 KO 对手，但相较于郭梦飞来说，他更加高大，体格更加强壮。好，比赛开始。这场比赛，郭梦飞对阵佩纳阿拉莫夫，我是运动员王腾霄，我的搭档是著名的运动员王彦博老师。哎，那我们继续看，郭梦飞是蓝色短裤，还带了这个银色的流苏。那这个阿拉莫夫呢是选择了红、蓝、白3色的短裤。是。这个上一个中亚的选手，这个散打风格让我们就是为之一振啊！不知道这位选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如既往跟他队友一样的风格。郭梦飞上来之后，感觉是整个的状态非常的主力。比赛铃声敲响，面对这位风格与自己相似的对手，郭梦飞打得非常的激进，一上场就宛如炸药桶一样疯狂输出。阿拉莫夫也不敢示弱，直接和郭梦飞展开了阵地战硬刚，两人一上场就是火花带闪电，非常的精彩刺激。184，而郭梦飞是181。哦，上勾后直退出来，很漂亮的拳法。哎呦，这个阿拉莫夫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是，刚才这个郭梦飞也在说，从我们熟悉的4大天王开始，后面第5代了啊，这已经是第5代了。现在其实我们从今天登场的几位年轻的选手来看，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第5代的选手当中，其实都是颇具实力的。是的，想当年还记得小虎铁银花17岁上擂台。现在也25、26岁了，恍如隔世。对。还记得当年的这个邱建良刚刚出露手脚的时候，这种压迫式的打法还叫坦克的时候。对。后来面对杨卓的那场对战，后来之后邱建良突然逆转突变以后，出现了这种智慧性打法的风格出现。对，所以说其实呢，一个运动员他的蜕变、他的成长，是需要不断的有比赛呢去让他历练，然后在比赛之后去参悟，然后才能有这样不同的进步。没错，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有碰到很强的对手，或者出现一些失误或者失败，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念，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经验。这确实是，你看这个古语有4个字儿嘛。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间的交手愈加激烈，但郭梦飞的腿法和膝法威力更加强悍。对拼中，阿拉莫夫吃了不小的亏，模样有些狼狈。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些榜样在前面，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方式。没错，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当年你的偶像之后，你跟他一起工作之后，你成为他之后，你超越他。对，这是非常人生高光的这样一条路。是的。多漂亮这个转身的动作，很冷。是。但是这位巴斯坦的选手阿拉莫夫，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依然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搏击风格。已经中了郭梦飞2次膝了，郭梦飞的拳做这个陷阱，让对方做摇臂，摇臂的瞬间，好，我们进入第2回合。第1回合郭梦飞像炸药桶一样，第2回合炸药桶上来先被打了3拳，郭梦飞反击，左右摆拳顶膝，进去，阿拉莫夫。在反击，抱住了郭梦飞。郭梦飞这个时候非常希望裁判分开，然后再次的快拳进攻顶膝。这是一个机会，对方的这个护齿掉了。比赛来到第2回合，郭梦飞上来就是膝法猛攻，直接将阿拉莫夫的牙套都打飞了出去。裁判见状，当即对其进行读秒。进攻方有优势的情况下，裁判也是不可以直接终止的。对，这个是我们鼓励进攻嘛。是的，我们场上的裁判艾迪是选择了读秒，认为对方在这个时候已经被重击了，摆拳打法有一些急了，情绪有一些失控，这个并不是好事儿。阿拉莫夫的报价相对比较松，又掉了。场下边角只允许流水出血，就是必须回到腿上。
这个水冲洗并不是考虑到卫生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水润滑之后呢，会更好的吸。激烈的交锋中，郭梦飞越打越兴奋，拳腿组合十分的流畅，打得阿拉木夫有些难以招架。就在此时，郭梦飞组合拳加高扫腿再次出击，又一次将阿拉木夫击倒读秒了。圈让咱们再读秒，同一回合3次，哎，这是第2次了。往前走，你得朝直线，能不能走直线？可以，冲过来，直接冲过来。比赛重启后，郭梦飞继续加强自己的进攻趋势。此时的阿拉木夫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抵抗的勇气，只能任由郭梦飞输出。裁判见此情况，赶忙叫停比赛。郭梦飞再一次以 TKO 的方式获胜。郭梦飞对阵阿尔斯兰泰卡耶夫，这是一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格斗冠军，拥有180公分的身高，身材高壮，肌肉维度发达。他不仅是个进攻凶猛的擂台悍将，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重炮手，拳法开阔且穿透力强，连续的重拳轰炸具有相当强的杀伤力。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郭梦飞对阵阿尔斯兰泰卡耶夫的比赛，我是运动员王腾霄。今天呢，我的搭档是运动员张凌宇。大家好，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看到郭梦飞呢，一上来也是在步伐上占据了主动啊。两位选手差着10岁啊，也是80后。比赛铃声敲响，郭梦飞一上来就打得积极主动，不断以拳腿组合猛攻，打得阿尔斯兰有些难以招架。更加充沛啊。其实我们在看到两位选手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在这个身高臂展上还是比较接近的。郭梦飞身高是1m82，臂展是1m81，而这个泰卡耶夫呢，身高是1m81，臂展是1m80，毫厘之间。没错，那其实刚口相投，非常漂亮。刚刚这边郭梦飞2记高扫，这个给对方的这个实施打击之后，你看泰卡耶夫这个岿然不动，他马上就还2记重拳。没错，看出来确实经验啊非常丰富。我们看到，其实郭梦飞呢是一个反架选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一位反架选手。对。那其实对于郭梦飞来说，他职业生涯以来一直打的大多。随着比赛的深入，两人间出手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每一次打击质量都非常高。往往郭梦飞刚刚组织起一波攻势，阿尔斯兰立马进行还击，丝毫不弱于人。看来郭梦飞遇到对手了。针对这个反架的对手有过针对性的训练。对。所以其实这个正反架呀，这个如果说您不知道，简单跟您说2句。所谓这个正架，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习惯用右手，因为正手重拳手在后面，反架就是反过来。反架就是左手是重拳手。对。那其实我们看到这2位都是左手在后。确实能看出来这个泰卡耶夫啊，是有着这个比较深厚的拳击功底。没错，出拳很快很稳。对。主要是因为他没咋用腿。对，确实像赛前所研究的那样，这位选手是一位非常擅长拳法的选手，对，而腿法几乎没有出啊。对，但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科的这个擂台上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优秀的这个自由搏击的选手，跨界，比如说我们朱定阳就曾经打过拳击，没错。看到郭梦飞其实没有很。就在比赛临近尾声时，激烈的拳法对拼中，阿尔斯兰被郭梦飞重拳打晃，紧接着郭梦飞一记高扫上头，直接将阿尔斯兰给击晕了。裁判见状当即叫停了比赛，郭梦飞再一次以 KO 的方式获胜。郭梦飞对阵奥姆兰，这是一位来自伊朗的格斗悍将。方正不能打的时候，正当年龄。而且我看他这个蓝方选手刚一上台的时候做了一个拉弓射箭的招式，就是箭在弦上，士气待发。比赛铃声敲响，奥姆兰进攻欲望十分强烈，郭梦飞表现的不慌不忙，用腿法和迎击拳打乱对方的节奏，打得非常的聪明有节奏，一下子就让奥姆兰慌了神。郭梦飞今天的门将是焦教练，焦学志焦教练。这个拳很硬。好的，后撤的一个前摆。
手的拳也很犀利啊。对，不能着急，放心。随着比赛的深入，郭梦飞渐渐地打出了感觉，他瞅准对方的防守空档，突然打出一套全息连击，直接将对手重击读秒。对手是在展现自己的抗击打吗？丝毫没有防护，丝毫没有防护了。是的，对手可能觉得他刚才停了，但是为什么对手还在进攻？这是犯了我们新队员的错误了。在奥姆兰重新站起来后，郭梦飞把握住机会，再一次用摆拳将奥姆兰轰翻，这一次直接让奥姆兰无法再战。最终在首回合，郭梦飞 TKO 对手强势获胜。河南小伙郭梦飞的表现令拳迷惊艳不已，尽管只有20岁的年纪，但他凭借灵活沉稳的打法，在比赛中连创佳绩，年纪轻轻就已崭露头角。有拳迷称赞郭梦飞是第2个魏睿，但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将，还需经过更多历练。大家觉得郭梦飞打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